注意看，这个被丈夫和亲妈联手按在地上，准备进猪笼的女人，下一秒却让江城最神秘的千亿总裁为她封锁了整座城市。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高烧40度的女孩说起。这个女人名叫周若雨，此刻她怀里的女儿朵朵已经烧得神志不清，可她却连打车的钱都凑不出来，因为她那个禽兽不如的丈夫罗海滨不仅改掉了银行卡密码，还把家里所有的现金都搜刮一空，自己则在外面花天酒地。周若雨心急如焚，不停地给丈夫打电话，等来的却是冰冷的关机提示。她不知道，此时的罗海滨正搂着别的女人。对身价千亿的顾氏总裁顾景东点头哈腰，极尽谄媚，只为能拿到一笔投资。周若雨抱着女儿找上门来，却被罗海滨当成垃圾一样推开，还骂他舍不得给女儿看病是想省钱。这一幕恰好被包厢里的顾景东尽收眼底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周若雨，这个他苦寻多年刻在心底的白月光，如今竟嫁给了这等人渣，过着如此不堪的生活。为了立刻打发掉罗海滨，也为了不让心上人再受屈辱，顾景东直接答应了100万投资。拿到钱的罗海滨立刻翻脸不认人，将妻女赶出夜总会。周若雨抱着滚烫的女儿在路边无助痛哭，没想到一辆顶级豪车停在了她面前，车上坐着的正是那位有严重洁癖、从不让外人近身的顾景东。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顾景东竟不顾一切地将母女2人抱上车，亲自送往医院。这让他的朋友们全都惊掉了下巴。这个男人对女人的高要求是出了名的，怎么会为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家庭主妇破例？然而，罗海滨的阴谋才刚刚开始。他为了讨好更大的客户，竟在顾景东的水里下了药，想让别的女人爬上总裁的床。可阴差阳错之下，被丈夫逼着去应酬的周若雨，却走进了顾景东的房间。一夜混乱后，周若雨才告诉顾景东一个惊天秘密。他和罗海滨在法律上早已离婚。顾景东心中燃起希望，可没想到更大的误会接踵而至。周若雨为了给女儿交2000块学费，无奈向顾景东开口，罗海滨却抓住机会颠倒黑白，污蔑周若雨是在用肚子里的孩子敲诈勒索。顾景东心痛欲裂，他误以为自己心中的白月光也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女人。他失望地打给罗海滨5000万，并撤销了所有投资，只为和周若雨彻底划清界限。这边，顾景东3代单传的豪门家族，在得知他终于进女色后，欣喜若狂，母亲当即就要跪谢祖宗，并逼着顾景东必须娶那个女人为顾家传宗接代。而另一边，拿到巨款的罗海滨却更加丧心病狂，他在丈母娘的生日宴上当众宣布周若雨出轨，给自己戴了绿帽子。周若雨的亲生母亲和妹妹，这对吸血鬼母女，为了讨好金龟婿罗海滨，竟联合外人对周若雨拳打脚踢，逼他交出那5000万。瘦弱的周若雨被亲人打得遍体鳞伤，女儿朵朵哭喊着护在妈妈身前。就在这时，周若雨发现自己可能怀了顾景东的孩子。罗海滨得知后更是暴跳如雷，伙同众人将周若雨绑了起来，要按照族规将她和肚子里的野种一起沉猪笼。他们放肆嘲笑，说江城首富怎么可能看得上她这种黄脸婆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朵朵的求救电话已经打通，顾景东也查明了真相，得知周若雨只拿了2000块，滔天的怒火和悔恨瞬间吞噬了顾景东。他一声令下，全城为他让路，他要让所有欺负过周若雨的人都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此刻，恶人们正准备将周若雨丢进水里，他们还在讥讽那个所谓的奸夫不敢露面，殊不知身后已传来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。